欢迎回来。祖国永远是香港坚强的靠山。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疫情发展，目前中央已成立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专班，加大有关工作统筹协调力度。专班医疗物资供应工作组负责人今天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专班工作进展顺利，已超额完成首批7类物资保供需求，并已完成第2批急需医疗物资的企业摸底工作，内地产能完全可以满足需求，请香港同胞放心，一定能够满足香港需求。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专班共涉及到国家卫健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家部委以及广东省等10个部门，根据不同分工设立了多个工作组。专班已先后召开了4次调度会，出台系列援港抗疫措施。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于2月18号晚上提出了首批物资清单，包括 N95 口罩、快速抗原检测试剂包、指甲式脉搏血氧仪以及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藿香正气水等7类产品。为加强交通运输保障，广东省和深圳市创造性地采取2步走中转运输方式，先后开通中兴通讯西丽作业点和华南物流园2个接驳点，确保24小时不间断向香港运送医疗物资。截至2月19号，已超额完成首批7类物资保供需求。目前已经运抵香港 N95 口罩50万只， KN95 口罩1583.3万只，抗原快速检测试剂548.4万份，全部超额完成供应。香港所需要的各类物资，我们都有几十倍的这种储备，所以呢，我们物资没有问题。在香港和深圳市政府特事特办的共同努力下，深圳市政府这块也启用了最便捷的通道，我们都按最高标准的质量的保证，我们用最好的运输设备，都能让我们香港每天所需要的医疗物资第一时间运抵香港。20号，香港特区政府发来第2批急需医疗物资清单，包括 1.57 亿只外科口罩、1900万对手术手套、362万件防护服、645万只体温计、1.94亿张酒精纸等16类产品。目前专班已经完成第2批急需医疗物资的企业摸底工作，内地产能完全可以满足需求，正在按照特区政府要求发送货物。香港提出来的最高水平的 N95 的口罩，我们内地的每天的产能是300万只。香港现在第1批清单里面 N95 这个最高水平的口罩呢，它只需要300万只，我们内地1天就可以把这个产量产出来。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报告给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各界朋友，请你们完全放心，我们的这个医疗物资的产量完全能够满足香港各界人士的最大的需求。专班医疗物资供应工作组负责人对广东省，尤其是深圳市工作给予了高度点赞。在整个医疗物资供应过程中，深圳市政府非常给力，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广东省政府，感谢深圳市政府，我们每天在一起这样共同度过的这些日日夜夜，有他们坚强的努力，有他们所有同志专业的付出，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抗疫的胜利。为持续高效率完成香港所需医疗物资供应，工作组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对香港方面提出的物资需求进行全面摸底排查，与企业建立完善的需求对接机制，着力打通医疗物资运输关键环节。在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的领导下，使港方所需的医疗物资将得到及时、高质、全面的保障。祖国永远是香港最大的后盾，上下同义者胜，同舟共济者赢。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疫情。希望我们同舟共济，同心协力，早日打赢这场抗疫战。香港周日新增753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特区政府进入全面作战状态，应对第5波新冠疫情，防疫措施进一步升级。疫苗通行证计划周4起实施，香港市民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后才可进入商场、超市等场所。在特区政府全力抗疫的同时，来自内地的支持也源源不断。为持续保障供港生活物资供应链稳定，深圳开通3条水路运输新通道。周一晚6点30分左右，
首艘供港农产品货船满载大约200吨鲜活物资，连夜发往香港。香港市民明天一早就可以采购到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2月21号公布，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33例，另有6892例初步确诊。近日，香港市民接种疫苗的意愿有显著提升。周一，尽管面临寒冷的天气，香港东冲福东广场的临时简易疫苗站外仍然大排长龙，没有提前预约的市民也可以临时排队打疫苗。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上周五表示，特区政府会倾力提升疫苗接种速度，加开疫苗接种中心、公立医院的接种站。预计未来2星期，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可望达到90%。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在论坛上再一次强调，香港不能采用欧美国家的与病毒共存策略。卢宠茂此前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立场清晰地指出，与病毒共存等于是与病毒共赴黄泉。他也一再呼吁香港社会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政策。针对目前香港日增确诊人数达到数千，卢宠茂认为将患者送到方舱医院隔离并不实际，当务之急是阻截患者数量增加。他也以内地的经验来举例，强调要实施有效的居家隔離，必須做到像內地那樣足不出戶，服務上門。我哋雖然一路都堅持話動態清零，但係咧我哋確實係做啲嘢做得唔夠徹底嘅。我希望喺今次特別係國家都已經準備好晒咁多嘢支持，我哋真係好好啲去配合，將我哋嘅防疫政策咧同國家嘅標準對接。除了积极推进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特区政府相关部门也抓紧和内地专家交流学习，齐心抗疫。周一上午，协助香港应对第5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家组4名成员，以及广东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与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工作小组举行会议。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进一步介绍了近期香港防疫抗疫的工作，包括个案追踪、流调情况，以及部署检测、隔离和治疗的措施最新进展。卫生署还介绍了香港当前抗击疫情的难点，包括如何提高儿童接种疫苗覆盖率，以及进一步增加隔离设施等。供港物资连日来也牵动各方关注。为持续保障供港生活物资供应链稳定，深圳开通3条水陆运输新通道。开往香港的首艘供港农产品货船一早就靠港等候，装满货后已经于周一晚6点半起航，预计23时左右抵达香港现代货箱码头。这意味着香港市民周二一早就可以采购到这一批新鲜的货品。这里是深圳大铲湾码头，现场可以看到满载蔬菜、水果、鸡蛋的货柜箱正被分批次的吊装至我身后的船上。这批供港鲜活商品约200吨，相当于陆路运输30卡车。据了解，若船上全部满载新鲜蔬菜的话，相当于单日供港蔬菜量的1/10。我们今天是一共走了9个柜，总共是120-130吨的货量。走海运的好处就是量大，一车的量可以超出平常一车的2-3倍的。作为内地支援香港抗疫的又一重要举措，此次深圳开通的3条水陆运输新通道将定时定点驳船航线，确保供港物资运输，全力保障香港同胞生活物资供应。后续还将是需要逐步增加或调整船舶运力或班次。不少深圳企业和个人也伸出援助之手，各尽所能为香港抗疫提供帮助。在周一下午的一场捐赠仪式上，深圳市兴联会会长马少福捐款50万元人民币，中科健康产业集团捐赠了价值200万元的健康产品，委托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将这份全权爱心送到奋战在香港抗疫一线的同胞们的手中。这个捐赠，我相信是代表我们深圳的企业他们的每一份爱心，我们非常感动，而且会把这份美好、这份温暖转达给我们香港所有的乡亲。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同属于大湾区，我们之间有难互助、兄弟同心的这种精神，我相信一定是我们大湾区的精神，抗疫一定能成功。上周俄罗斯部分撤军后，俄乌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的缓和迹象。然而，短短数天之后，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乌东部地区冲突加剧。俄罗斯卫星网周一的消息称，乌东顿涅茨克机场地区发生爆炸袭击。而对于美方继续散布俄随时开战的说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灵魂拷问：既然如此，那你们到底还等什么？
而当天，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莫斯科不打算侵占任何外国领土。他还强调，北约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非政府组织，俄罗斯希望阻止该军事集团的扩张。说明俄罗斯它的对于乌东问题的根本的观点呢没有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回到新明斯克协议上来解决乌东问题，特别是希望通过能借这次机会，能让乌克兰来去执行这个新明斯克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呢，乌克兰政府要承认乌克兰东部的这2个州的高度自治地位。与此同时，即使此前2月16号俄开战的说法已经破功，但美国等西方继续散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信息。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e Russian forces are planning to and intend to attack Ukraine in the coming week, in the coming days.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甚至还报道称，俄罗斯在距乌克兰边境60公里范围部署了120个营级战术群，占常规地面部队的5%，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报道又引述美方官员指，情报显示俄军指挥官已收到命令，为攻击乌克兰做准备。有英国媒体则估计，俄罗斯陆军占28万，现役总兵力90万，加上后备军就更多。Based on everything you had hinted at and U.S. intelligence had hinted at between yourself and the president, has the invasion already begun? Well, it certainly looks like everything we said was likely to occur in the lead up to the actual invasion is happening.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批评美方一再坚称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说法，根本不是真的在帮助乌克兰。I want to get you to respond to President Zelensky in Munich over the last 24 hours. He's clearly frustrated. You're telling me that it's 100% that the war will start in a couple of days? Well, then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t's essentially, if the war's begun, then let's go. 对于泽连斯基发出的灵魂拷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言不搭后语，只是重复外交话术，声称美方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放弃外交途径解决问题。Reiterated very forcefully the massive consequences that would befall Russia and President Putin with sanctions if the aggression actually goes forward. We continue to try to build everything we can to deter him from the course that he's now set on. And until the last minute, there is still an option for him to pull back. 周四，布林肯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再次会面。而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不断斡旋下，美国白宫周日证实，总统拜登原则上同意在美俄外长会晤后与俄总统普京举行峰会，前提是入侵乌克兰没有发生。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安全保障提议里的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北约不要东扩这样的俄罗斯一直在强调的红线，我觉得暂时还是没有妥协的机会。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周日，美国驻俄大使馆以俄乌边境有袭击威胁为由，告诫在俄的美国公民制定撤离计划，引发俄罗斯外交部谴责。美国大使馆表示，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主要城市的购物中心、火车站、地铁站和其他公众聚集场所，以及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加剧的地区，都有发生袭击的威胁，请审视自身的个人安全计划，要有不依赖美国政府协助的撤离计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质疑，既然美方掌握了所谓的袭击威胁证据，为何不展示出来？如果没有证据，人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此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宣布将驻乌大使馆搬迁至利沃夫。五眼联盟国家中，只有新西兰驻乌大使馆仍驻留在基辅。利沃夫是乌克兰西部主要的工业与文化教育中心，距离基辅约600公里，距离波兰边境仅79公里。外国总领事馆数量在乌克兰国内城市中排第3，仅次于基辅和敖德萨。此次危机以前就有比利时等15个国家在此设立总领事馆。俄乌紧张局势持续，也引发俄美展开连串军事行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合军演于周日结束，但两国领导人决定将继续联合检查联盟国家反应部队，这加剧了西方国家指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的猜测。另一方面，不久前抵达波兰的美军开始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进行演习。尽管俄美隔着乌克兰展开军事对峙，但双方都表示自己是防御性质的行动。这对俄乌局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看报道。
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因俄白两国外部边境附近军事活动频繁，以及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局势恶化，两国领导人继续对联盟国家反应部队进行检查。白俄罗斯国防部长维克托·赫列宁表示，俄白两国能在不怀好意者接近双方边境时一起做出充分反应，并为局势降级做军事准备。对于此次俄白领导人将继续联合检查部队的做法，西方舆论普遍将其视为俄白演习延期，且加剧了西方的对俄军借道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猜测。这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它的边境相关的地区是处于一个沼泽或湿地这样的一个地理一个环境，对于俄罗斯或白俄这种机甲部队来讲，它的推进，其实是不利的。从白俄方向要进入乌克兰，其实并非一个好的选项。因此，我把这种演习时间拉长，主要是作为一个军事威慑来稳定乌东情势，这是他主要的考虑。除了和白俄罗斯的联演，俄罗斯武装部队日前在多个地区展开几乎所有军区、舰队和空降部队都参与其中的演习。尽管已经有部分演习结束，相关部队返回驻地，但上周二启动的由俄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海军上将任总指挥的海军演习还在地中海东部海域举行，并将持续到本周五。俄罗斯国防部周日发布消息称，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的作战舰艇支队与海军航空兵伊尔38反潜机一起进行了搜索和连续跟踪假想敌的潜艇，交换机动目标的数据，以及演练使用航空杀伤兵器。参加演习的有瓦良格号和乌斯蒂诺夫元帅号导弹巡洋舰、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号和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等。俄罗斯此次连续大规模演习的高潮出现在上周六，俄军完成了战略威慑力量大演习，接连发射了多种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几乎拿出了现役最先进的战略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克里姆林宫共同观看了弹道导弹的发射演习。俄国防部宣布，俄战略威慑力量演习任务全面完成，所有导弹均击中预定目标，证明了导弹应有的性能。俄战略导弹部队从普列谢茨克州的航天发射场发射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位于堪察加半岛库拉训练场的目标。在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卡普斯金亚尔训练场，俄军发射了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2009年服役的亚尔斯洲际导弹是俄罗斯陆基核打击力量的中坚。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据，亚尔斯可携带3至6枚分导式核弹头，射程高达1.1万公里，从俄境内发射就足以打击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任何目标。同时，亚尔斯号称能突破任何导弹防御系统。伊斯坎德尔 K 实际上是采用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的发射载台，搭载俱乐部巡航导弹的混血儿。根据俄方数据，伊斯坎德尔 K 导弹的射程为500公里，主要用于摧毁敌人的小型和区域目标。在这次战略威慑力量演习中，俄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的军舰与潜艇向海上地面目标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巴伦支海域，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卡累利阿号战略核潜艇向库巴靶场发射了一枚深蓝洲际潜射弹道导弹。俄空天军则在演习中出动米格31K 战机，成功发射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俄战略航空兵则从图 95MS 远程轰炸机上发射空基巡航导弹，击中了位于科米共和国训练场的目标。西方不断的在舆论战上面这个宣传俄国将要入侵乌克兰然后当地情势也越来越不稳定，因此俄罗斯军方把一个基调拉高，那进行一个战略层级武器的一个演练，那充分展现俄国的战略武力。我认为它主要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高层级的军事威慑，让西方国家有所收敛但美西方继续在舆论上制造俄乌紧张气氛。英国首相约翰逊周日引述美国情报，指莫斯科计划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控制区和乌克兰北部邻国白俄罗斯入侵，对基辅形成包围之势。美国动力网站战区栏目上周五的文章根据公开可用的飞行跟踪软件和一些开源情报梳理，但是上周四一天至少有9架北约和瑞典情报侦察机在欧洲上空飞行，其中包括美国海军 P8A 反潜机、美国空军 RQ
4无人侦察机、战略侦察机 RC-135U、美国陆军阿尔忒弥斯侦察机、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 RC-135W 以及瑞典方面的 S-102B 电子侦察机。文章称，这些侦察机主要围绕乌克兰周边海空域巡航，飞行范围、飞行强度之大令人啧舌。最近的大量数据清楚地表明，北约和其他国家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的部队动向，目的是最大程度收集俄军行动的情报，以预判可能的下一步行动。特别是俄罗斯过去以来，在南部战区、西部战区，乃至于白俄罗斯境内，都进行各种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一些操演。对于北约来讲，那派出侦察机或各种侦察工具进行相关军事情资的掌握，这是很自然的。不过，文章没有提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官员在预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间上，没有一次是准确的，也让美方自诩的强大的情报能力屡现尴尬。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最近几天来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呢？如何来看待美俄欧三方的博弈？我相信，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关俄乌局势的信息之多、之混乱与矛盾，不仅会让全世界吃瓜群众摸不着头脑，就算是相关观察家们也会被放晕了头。除了美英两国一如既往声嘶力竭地在呼喊狼来了，而俄罗斯则信誓旦旦地驳斥与否认之外，俄罗斯自身发出的信息也是完全自相矛盾的。这一边，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外交解决俄乌局势达成了初步共识，那一边普京却在亲自指挥着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演习。这一边，普京对马克龙重申，俄军将在完成军事演习之后撤离白俄罗斯。那一边，俄国防部却宣布，鉴于当前俄乌局势的恶化，俄白两国的军演将会无限期延长。这一边，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说，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莫斯科不打算侵占外国领土。但是那一边，不仅乌东地区的代理人战争正在升级，而且俄罗斯还在大张旗鼓地从乌东地区撤侨，似乎是在准备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大战先行清场。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不知是战是和、不知是真还是假的混乱信息与现象？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实行威慑战略战术时经常会有的一种状态，其目的就是要让被威慑对象陷入到混乱与恐慌当中，从而答应自己提出的战略诉求。而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表面上看来是因为普京向北约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但本质上这是因为冷战后欧洲出现的新秩序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人想要维持并强化冷战后欧洲出现的秩序，有人则要废除冷战后的欧洲秩序，希望让现有的欧洲秩序重新回到冷战状态。除此之外，还有人想要趁乱搞事，想在冷战后的欧洲现有秩序基础之上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我认为只要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当前欧洲尤其是东欧局势就一直会陷入到动荡不安当中。那在您看来，美俄欧三方对于当前欧洲的发展趋势分别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冷战期间的欧洲秩序以及冷战后的欧洲秩序分别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冷战期间的欧洲秩序不仅仅是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念与两种政治制度的对峙与对抗，同时也是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西方集团是由美国带领的欧洲国家组成的，他们的组织叫北约，而东方集团这是由苏联带领的中东欧国家组成，他们的组织叫华约。其中美国与苏联分别是当今世界上的两大强权，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
这样一种东西方两大集团平衡与对抗的格局突然之间失衡了，苏联被瓦解了，华约组织解散了。而另外一个方面，由美国带领的北约不仅没有因为失去天敌而自行瓦解，反而是变得越来越强大，把自己的势力咄咄逼人地延伸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不仅把原先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东欧小国悉数收入门下，甚至把铁蹄踏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也就是要把乌克兰也给吸收进来。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官员都认为，北约在上世纪90年代曾非正式地向俄罗斯承诺不会进一步东扩，而北约东扩的事实也在刺激普京带领俄罗斯对西方进行抵抗。我认为这就是普京在拿下克里米亚以及让乌东部的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地区实行半自治之后，仍然不肯罢休，继续屯重兵于俄乌边境，以及不仅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是要求北约退出中东欧地区的原因。那么对于俄罗斯的要求，美国与北约自然不会答应。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因为现在的俄罗斯毕竟不再是30年前的前苏联了。在软实力上，美国与北约认为现在是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主导世界的时候，俄罗斯已经拿不出跟西方对抗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了。这也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乌克兰都纷纷要求加入北约的原因。在硬实力上，除了仍然拥有令西方望而生畏的战略核武器之外，俄罗斯无论是在综合国力，还是在经济实力，或者是常规军事装备上，都早已不再是美国与北约的对手。这就是美国与北约拒绝答应停止东扩的根本原因。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国防部长达顿近日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军舰激光照射澳军机事件，并向中方讨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与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一回应指，澳方发布的消息不属实，敦促澳方尊重中方舰船依据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合法权利，停止恶意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在大选临近前，澳政客借机大肆炒作国家安全和中国问题，究竟是何居心？来看看报道。据澳大利亚人报周一报道，澳总理莫里森称，中国海军舰艇用军用激光照射一架澳大利亚国防飞机，谴责中国的所谓霸凌和胁迫行为，并要求中国政府作出答复。此前，澳大利亚国防部于20号在官网发布新闻稿称，澳一架 P8A 海神巡逻机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域上空飞行时，探测到有激光照射该军机。新闻稿称，这是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有可能危及澳军方人员的生命。已成为反华旗手的澳国防部长达顿叫嚣该事件是发生在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的激进行为，必须以强硬姿态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向中方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澳方发布的消息不属实。中方舰船在公海海域正常航行，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澳方尊重中方舰船依据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合法权利，停止恶意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周一表示，澳方声明有关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2月17号，澳 P8 反潜巡逻机抵我舰艇编队周边空域活动，最近距我舰仅4公里。在与澳军机相遇的全过程中，中方舰艇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的操作，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从我方舰艇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澳机与我舰距离很近，还在我舰周围投放声呐浮标。这种恶意挑衅行为极易引发误解误判，给双方舰机及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同时，澳方还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我们对澳方上述行为表示坚决反对。我们要求澳方立即停止类似挑衅性危险行动，停止对中方无端指责抹黑，以免影响两国两军关系大局。澳国防部官网的配图显示，这2艘中国舰艇分别是导弹驱逐舰合肥舰和2栖船坞登陆舰井冈山舰。有分析称，现在的舰艇在近程防空武器上都配置有激光测距装置，也就是激光测距仪。这是一种民用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用到。
舰艇上的激光测距仪主要用于判断目标到舰艇的距离，并不具有威胁性。这对于专业军人而言一清二楚。拿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话题制造舆论，充分说明澳大利亚军方是无病呻吟、哗众取宠。那现在是不是出现了，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飞机在绕着我们的舰艇就进行侦察？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对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威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你要通过关通器材的话呢，看的不是很准只能是大概的估计。但是如果用激光测距仪呢，我觉得就可以非常准确、非常快速的测定这个双方的距离当然。这种激光测距仪对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没有很大的破坏力。此外，从澳方声明发布的情况看，中国海军2艘舰艇的航向是汤加所在方向。此前，一支由南部战区海军2栖船坞登陆舰五指山号和综合补给舰查干湖号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于当地时间2月15号抵达汤加首都，并向当地送去了急需的救援物资。汤加1月中旬连续发生火山大规模喷发，灾后中国援助物资首先运抵汤加，广受汤加政府和国民的称赞。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此番赶赴汤加，也是应汤加政府所请。然而，对于中国的正当与人道之举，澳大利亚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充满猜忌，舆论多从地缘政治视角歪曲解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也接连访问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并公开声称要抵制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中的影响力。因此，澳方此时拿我援汤海军编队大肆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将其龌龊心理展露无遗。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继续延续上届政府的路线，狂打台湾牌。周一，中国外交部宣布，决定对长期参与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技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反制。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2月7号美方宣布总额为1亿美元的售台武器计划提问。发言人汪文斌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决定对长期参与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技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反制。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国务院2月7号宣布，已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导弹工程服务及战场监视项目计划。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第2次核准对台军售。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此次卖给台湾的项目包括维护爱国者导弹系统所需的设备和服务，为期5年，总价约1亿美元。该导弹系统的主要承包商是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国台办当天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动荡，一步步把台湾推向灾难。